就是信他注意力，然后我就把它掏出来。不行啊，这样谁来录影？不用管录影啦，先拿出来再说。走啦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在外面拍一张照吗？哦，你也可以先拍里面啦。哦，我想要拍到整个园区。你说哪里呀？那里。你说这边吗？对。我跟你说，这棵树。哎，不行，我比较喜欢那里。你说里面？对。好啊。这边我都有跟你说，拜拜。1、2、3，我们再一张哦。小郑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要走了。哎。哇，这个信，这黄黄的颜色，真的是从1960年寄来的吗？这东西真的穿越了，还有他的签名哎，我们要红了啦！还给我啊，我看一下他回给我什么。未来我真的写了一个关于画画的故事吗？最近我在龙潭大池散步时，常常想到的故事，就很像你一样喜欢画画的小朋友，但可能未来真的不一样吧。这封信真的穿越了吗？你真的是钟兆正吗？我好喜欢你写的画画的故事。最近有一个画画比赛，如果比赛赢了，就可以上国际大师班的艺术班。就算你想得奖，你想参加这个国际大师的艺术班，你想学画画，我们这些都可以商量。重点是你拿了爸爸的相机，就是要先跟我说。好好说嘛，先上去休息好不好？来喝杯水，好，先上去哦。我在教小孩耶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？他是第几次？那你先看他拍的东西嘛，拍的不错哎，你看看。我去洗澡。同学，今天呢带你们来参观教堂，这里呢也是有很多杰出的作家会来的地方哦，像是钟兆正先生的八角塔下，就是描写这里，而且他也会常常来这边沉淀一下心灵。小谷，还没下课东西怎么收了？你爸爸在外面叫你。哦。我刚刚听一下你们老师讲课，还蛮有趣的。你可以继续上课。小谷，你有空把这本书看完，就可以帮我比赛加分。它也许可以给你一点灵感。好，不懂问我。好，去上课。蓝色磁铁，红色信箱。时空穿越？怎么可能？我记得我刚回到龙潭时，很多时候在这里来来回回，看了很多的书籍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我想你也可以在这里得到很多的灵感。我们再看一次信好不好？拿着。干嘛拍那个哦？我觉得很酷啊。哪里酷啊？我画超烂的。不会啦。你把钟老的信读一次给我。好啊。我记得儿时的龙源宫真的很有趣，常常都是亮亮的灯挂满，灯牌已在庙前广场上聚齐。也不知有几十面大鼓与大锣，
东锵锵地响着，震得人胸腔都发出阵阵共鸣。游行好像就要开始，那些灯牌可真壮观。中间是一根巨大的竹子，多半有2、3丈长吧，上面是一根根的横杠，横杠上吊着小灯笼，总共怕有上百盏那么多吧。它竖立在那儿，一只又一只，大家在比赛谁的灯牌高大，谁的灯多亮。哇，跟信里面的一模一样。清完信之后，他马上添加红色水彩，完美的复刻信里面的场景。我怎么都没办法画出那种热闹的龙源宫，是不是我应该像你一样都去教堂呢？这真是有够强，这真的会有用吗？小顾，说到和父亲的回忆，二战刚结束，我常到这条街道，让我想到很多儿时的生活点滴，但却又有些陌生。拐了2个弯，就是跟那条大街成平行的小街路。这条小街有在中艺场、国民学校等机关，此外都是一些民房与宿舍，商店则连一家也没有。有些地方还是空的，也有被辟成菜园的。过了庄艺场大门，远远就可以望见国民学校的入门了。那里是学校门口、宿舍、民房，那庄艺场到底在哪？小虎，你怎么在那来来回回？怎么啦？我一直找不到庄艺场，我明明就每个地方都走过了。哎，还是你要不要问爸爸？他最清楚了。是哦。爸爸很喜欢钟兆政的书哦。他很喜欢钟兆政的青春戏，都觉得这本书很浪漫。这里就是庄艺场。庄艺场就是现在区公所的意思。经过这里好几次，果然。我到艺场去找父亲，这时的父亲早已离开了教职。一家人经过台北、桃园两地的一段时日生活后，已搬回故乡龙潭。父亲也在所里上班，进了办公室。里面的一位父亲的同事看到我，便边招手边走过来，从我胸口的口袋把露出一个边的一本小记事本抽出来，并向周围的同事们略带惊奇似的宣布：“大家请看这位钟先生的儿子，口袋有这样的簿子，多用功啊！”接着他翻了翻簿子，原来写的竟是流行歌的歌词啊，是流行歌啊！我已想不起这位伯伯看清内容时的表情和口气，而这时孩提的我，却内心里兀自起了一阵羞愧感。接回簿子，就匆匆从那个办公室逃一般的退出。我知道你给自己的压力很大，我看你这么的努力，我很开心。但是你画画的时候，抱着这个开心的心情，努力的传达你想传达的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你可以帮我看看吗？这是你画的？你可以帮我吗？我们可能会需要帮忙。升上中学后，我离开了心里暗恋的那个人，常常都会想，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呢？龙潭大池每次去看，
都一直在变。早上的时候是一层雾淡淡的，但到了下午就会变成一片金黄色的夕阳。那口著名的大池塘灵潭鼻就在街路旁，像一面镜子，受着朝阳，放射出闪闪光芒。我心中升起了无尽的婺源之诗。